俄罗斯人上传自己国歌时，竟被警告侵犯美国版权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韩国大量窃取中国文化背后究竟有何危害？据俄罗斯媒体报道，近日一位俄罗斯视频作者控诉，当他将一个带有俄罗斯国歌的视频上传到油管时，竟收到了视频审核机制发出的警告信息。点开一看，发现警告页面赫然写着视频中的音乐侵犯了美国版权持有者的版权。一时间，这则消息引起俄罗斯人的惊讶与愤怒。怎么自己国家的国歌成为了美国私有物？俄罗斯国内的主旋律继承自苏联国歌，也就是很多人熟知的牢不可破的联盟，只是歌词部分做了改动。而这首曲子是由苏联作曲家亚历山德罗夫创作，其知名度可以说是享誉全球。然而当俄罗斯人到国际版权网站查询这首曲子的版权时，惊讶地发现这首曲子的版权竟归美国广播音乐协会 BMI 所有。也正是因此，俄罗斯人上传自己的国歌时，竟被通知侵犯了美国的版权。俄媒表示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，发现了美国视频网站中有一种很不好的趋势。在最近几个月，很多苏联时期的音乐因版权问题受到限制。与此同时，西方音乐公司大量抢注苏联时代的歌曲，像一家美国音乐公司还取得了苏联歌曲《胜利日与神圣的战争》的版权。俄媒将其称为美国开始对苏联文化遗产的私有化浪潮，这完全就是针对俄罗斯发动的文化掠夺。根据国际版法权的规定，文化作品的版权有效期是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50年，之后便进入公共领域，不再受版权保护。美国公司正是在这一点上钻了空子。像亚历山德罗夫去世已经70多年了，俄罗斯人一疏忽，自己的国歌就被美国人合法的给夺走了。俄罗斯媒体发出警告称，美国人这种针对俄罗斯文化的偷窃危害性十分可怕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网络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，美国人可以利用这一点随意对他国文化遗产进行处置，甚至是彻底封杀。作为中国人，看到这个报道的第一反应可能是，美国这是跟韩国学的？最近韩国将我们的中国节被韩国申遗一事引起了广泛讨论，这事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包括此前的端午、汉服、泡菜等一系列风波，都让我国文化被韩国偷盗的话题上热搜。有调查发现，近年来韩国方面有组织地将中国文化进行韩化，然后申遗，这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危害实际上相当大，我们必须进行抵制。我国5000年历史孕育出丰富灿烂的文化，但没有一样的多余可以拱手让人的。而且文化偷窃不仅伤害的是我们的过去，还有我们的未来。美国公司抢注俄罗斯国歌版权一事，实际上也是警醒我们，文化偷窃实际上就是对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潜移默化的伤害，久而久之破坏力相当强。我们必须要警惕起来，立刻行动，保护我们的文化财富。美军 B-52、B-1B 与 B-2 3种战略轰炸机已经聚集到亚太地区，这3种轰炸机都有啥特点？能否突破我军防线？不久前，美军2架 B-52轰炸机在南海兜了一圈后，飞到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进行部署。加上原本就部署在关岛的 B-1B 轰炸机，以及3年前部署夏威夷的 B-2隐身轰炸机，美军3大战略轰炸机终于是齐聚亚太，释放的信号也很明显。若美军这几种轰炸机全体出动，能否突破我军防线？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 B-52、B-1B 与 B-2这3种轰炸机各自的特点。B-52轰炸机被称为冷战活化石，如今 B-52轰炸机依旧活跃在美军一线，并且按照计划至少会服役到2040年，比 B-1B 与 B-2还会晚退休。至于为何，当然是好用。B-52轰炸机的特点便是能在高空防区外发动打击，这也是让人最棘手之处。由于自身体积大， B-52轰炸机的载弹量是惊人的，但同时也容易成为远程防空导弹以及拦截战机的目标。再来说说 B-1B 轰炸机，作为此前在我国周边最为活跃的美军轰炸机， B-1B 轰炸机的特点如同它的外号枪骑兵，主打高速低空突防，讲究的是快速突进防区后发动打击并迅速撤离。
但 B-1B 明显是非对称作战的产物，用它对付一些中小国家会有效果，但是对于建立有完善防空体系的国家而言， B-1B 轰炸机实际上很难找到机会突进去。似乎是为了弥补 B-1B 的缺陷，美国还研制出了 B-2 隐身轰炸机。在战略轰炸机领域，由于 B-2 的存在，美国可以说是独一档的。作为目前全球唯一服役的一款隐身战略轰炸机， B-2 已经在战场上证明过自己的实力，它也无愧于目前全球最强的轰炸机。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，遇到 B-2 基本上就凉凉了。但对于建立全面防空系统，而不仅仅是区域防空体系，且有反隐身能力的国家而言， B-2 也便褪去无敌的光环。从上述的描述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美军3大战略轰炸机针对不同的作战方式各有特点，但却不是没有对策来进行防御。而要说明这些轰炸机能否突破我军防线，还得从我国的战略体系说起。美军要利用轰炸机对我国进行打击的话，首先面对的便是广阔的战略纵深，这是美军过往对手中都没有的优势。其次，我国更是建立了完善的防空系统，从空警2000等预警机到暗防雷达，再到空中的侦察卫星，可以说很难给美军的轰炸机找到突破口，并且我国具备反隐身作战能力，再加上 S-400、红旗9、红旗22等防空导弹，组成我军多体系防空系统，能有效反击来自空中的打击。因此，即使美军各类轰炸机都出动，想要突破我军防线，依旧是很困难的事情。作为两个大国，中美两国的战争潜力如何？各自又有什么样的优势？解放军能不能与美军一战呢？二战后，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，而近年来新兴大国中国的崛起，也让美国感受到挑战。如今，中美两国在军事上的对比也越来越被提起。不过，一国的战斗力不仅看到多少的装备与多少兵力，战争潜力也涉及到多方面。那么，我们从多角度分析中美两国战争潜力，能直观了解解放军是否有一战之力。从军事潜力上来说，美国军队毫无疑问还是全球第一。美国海军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，全球所有国家海军加起来都难以与之一战。而美国战斗机拥有上万架，全球第一空军是美国空军，全球第二空军是美国海军，这就说明了美军的实力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在海军方面虽说近年来通过下饺子，军舰数量甚至超过美国，但从总吨位上来看，我们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。同时，中国的军费虽然达到全球第二，但只有美国的1/4，在全球战力上，我们自然无法与美军抗衡。不过，美军多次在第一岛链的兵棋推演都败于解放军之手，这也说明我军在区域性作战的优势。从人口潜力来看，美国人口约为3.2亿，而现役部队人数超过130万，而适龄预备役人口达到7000万。可以说，美军不愁后备兵员，而且美国众多高素质人口也是其优势所在。此外，美国军事人口培养机制也是全球闻名的，比如著名的西点军校培养了美军无数著名的将军。中国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，人口总数达到14亿，而解放军人数超过200万，并且适龄预备役人口达到4亿。另一方面，中国多年来的科学治军同样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军事人才。从地理潜力上看，美国的地域环境可以说是得天独厚，东西两大洋成为其天然屏障，而周边国家对美国也构不成威胁，这使得美国本土受到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低。可以说，美国人唯一担心的就只有核武器了。而中国的地域环境明显就比美国差很多，周边不仅有列强环伺，中国也是全球唯一东南西北与4个有核国家接壤的国家。不过，得益于960万平方公里的战略纵深，加上中国国力上升，遭到大面积入侵的可能性同样微乎其微，但始终面临着被压到门口的境遇。从工业潜力上看，美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，在深厚的根基上，又通过金融手段击垮当初英国人的体系，建立了自己的体系。可以说，如今美国的工业依然是世界经济的支柱，而像航天等高科技产业，美国也是让人难以望其项背。但同时，美国也进入了发展后继无力的状态。尽管美国依旧是全球第一经济体，而中国的工业总量如今实现了对美国的反超，实质上已经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工业国家。如今中国的钢产量已经是美国的10倍以上，发电量也接近美国的2倍。同时，中国也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国家，其中造船业更是远超美国。这就意味着，一旦进入战时状态，中国的飞机、坦克与军舰能迅速扩充，就像当年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。